看到 iOS 27 Beta 出来，手就痒了。结果更新完开始发热，耗电变快 ，App 一直闪退，甚至很多功能根本不稳。师傅，弟子还能回到 iOS 26吗？你是不是也是这样？看到 iOS 27 Beta 一出来，手就痒了，想说，我先升级来玩看看。结果升完之后才发现，手机开始发热，耗电变快 ，App 闪退，甚至有些功能根本不稳。这时候你才会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：我可以回去吗？可以，但有几件事你一定要先知道。今天这支影片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带你看 iOS 27 Beta 要怎么降级回稳定版 iOS 26，而且我会讲2种方法。第一种是 Apple 官方的 iTunes Finder 的方法，第二种是用 TenorShare Reboot 这类工具一键降级。我也会直接讲优缺点，不会只跟你说哪个最好。降级前提醒：降级不是按一下就回去那么简单。第一，资料有可能会被清除，所以一定要先备份。第二，不是每个 iOS 版本都能随便降，还要看 Apple 目前有没有开放签署。第三，如果你是很重要的主力机，不建议一直拿 Beta 版本来玩。我自己的建议是，如果你只是想体验新功能，可以用备用机测试。如果你现在已经升上 iOS 27 Beta， 而且开始后悔，那这支影片就很适合你。方法一，官方 iTunes Finder 降级。第一个方法是官方做法，你需要准备一台电脑 ，Mac 可以用 Finder，Windows 可以用 iTunes 或 Apple Devices。流程大概：先把 iPhone 连接电脑，接着进入恢复模式，然后透过 Finder 或 iTunes 重新安装系统。这个方法的好处是官方安全免费，但缺点也很明显。第一，步骤比较多；第二，对新手来说，恢复模式、DFU 模式这些名词听起来就很可怕。第三，如果中间出现错误代码，卡住电脑读不到手机，你可能会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。所以官方方法适合谁？适合比较熟悉电脑操作，或是之前就有刷机经验的人。但如果你只是一般使用者，看到手机卡在画面上就会紧张，那你可以看第二种方法。方法二，使用 Reboot 一键降级。第二种方法是用 Reboot 来做降级。这个工具比较像是把原本复杂的流程包成一个比较简单的界面。操作大概是这样：第一步，在电脑安装 Reboot， 然后把 iPhone 连接到电脑。如果手机跳出信任这台电脑，就点选信任。第二步，在主画面选择 iOS 升级降级。第三步，选择降级。第四步，下载对应的 iOS 韧体。第五步，点击开始降级，等待系统完成。完成之后，手机就会从 iOS 27 Beta 回到比较稳定的 iOS 26。这个流程对新手来说，最有感的地方是，你不用自己去找一堆韧体，不用一直查机型，不用研究一堆按键组合，它会把流程整理成比较直觉的步骤。但我也要老实讲，这不是魔法。如果 Apple 已经关闭某个版本的签署，你也不一定能降到你想要的版本，而且降级前资料备份一定要做。我的评价：官方方法 vs Reboot。如果你问我这2个方法怎么选，我会这样说：如果你很熟 iTunes Finder， 也不怕手机进入恢复模式，那官方方法就可以，免费，而且是 Apple 原生流程。但如果你是一般使用者，只是想快速从 Beta 退回稳定版，不想研究一堆教学，那 Reboot 会比较友善。它最大的价值不是比较深，而是把复杂流程变简单，尤其是遇到手机卡住、电脑读不到、更新失败这种情况，对新手来说比较有方向。总结一下，如果你升上 iOS 27 Beta 后觉得不稳，第一件事不是乱按，而是先备份。接着你可以用官方 iTunes Finder 降级。如果你想要更简单的流程，你可以试试 Reboot 的一键降级。我会把 Reboot 的连接放在资讯栏，有需要的人可以自己下载试试看。最后也想问你，你升级 Beta 系统最怕遇到哪一种状况 ？A 耗电变超快 ，BF 一直闪退 ，C 手机卡住，黑屏白苹果。留言打 A、B、C， 我看看大家最常遇到哪一种。如果这支影片有帮到你，订阅一下让我知道。有兴趣可以先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